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10月30号在韩国庆州川习2个人会面之后，哇，真的全世界持续在讨论当中哦。好，我们就要看到，因为现在是不是美中的关系在变化呢？首先看到的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谢峰哦，他针对了中方的4条红线，他画出来了，他说希望美方不要越界。好，我们来看他4条红线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台湾。好，再来是民主人权以及道路制度、发展权利，都是中方的4条红线，希望美方不挑事、不越界。好，那这4条红线画出来之后，就代表说，如果美方你要踩这个红线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哦。好，那当然也要看到了说，最近有一个 G2 这个词蛮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川习会前，这川普他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讲到说 G2 将召开。好 ，G2 意思就是指的是2国集团。好，那当然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含义。美联社说，在外交当中，即便这样简短的文字，也是具有重要意义。那这则贴文或许泄露的是他对中美关系的构想。好，美国的前白宫官员他也认为，川普使用 G2 这样子的词，可能在盟国政府里头会引发重大的焦虑，因为他们担心川普政府会跟中国达成协议，可能会让盟国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请这个来宾帮我们分析一下这 G2 2个字对于盟国的这个忧虑感是什么。好，那当然也要看到的是，川普现在正式宣布说，对中芬太尼的关税降到10%，那贸易战也是休战延长1年，从这个月的10号生效。我们看到彭博的报道说，降低税率是象征对中国的大幅让步哦。那川普跟习近平经过好几个月关税对峙跟出口管制之后，如今达成了广泛的协议。那川普就有解释之所以会延长这个贸易战，就是因为贸易休战就是因为中国承诺取消了稀土等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而且还化解了对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报复措施，所以我们才休战1年，延长1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有前提的。但问题是，美国专家认为这个川普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犯了2个错误，尤其地缘政治的打击率看起来只有0.333真的是小联盟的水准。好，那当然他是用这个棒球来譬喻啦，这个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曼，他认为川普对中贸易的政策缺乏整体的规划跟外交的配合，而且采取了错误的这个方法，没有办法能低调跟中国谈判，那出手之前又没有充分的评估北京的反制手段，导致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角力丧失了实际的杠杆。那现在也要看到是不是希望用美中脱钩来困住中国大陆？但问题是纽时也讲了一个大白话，也就是北京很早就已经筑了防火墙我们来看，他觉得说这个北京早就已经有这个经济独立在推动了，而且透过常年的国产替代还有科技自主的政策来筑起防火墙，这使得美国在脱钩战略当中反而失去了杠杆。好，这跟刚刚这个作家长得蛮类似的好，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的部分，中国大陆拿了哪些的软肋呢？好，第一个当然就是大豆嘛，直击美国的要害而且是农民的要害。那中国如何以大豆为谈判的筹码，在这贸易战中掌握主导权呢？其实中国就是透过抵制嘛，击中了川普的这个第一要害也就是美国农民。那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那中国现在把大豆当为筹码，向美国施压的意图非常的明显，所以这次川习在谈的时候就有谈到相关的农产品的部分。那现在也希望摆脱对外大豆的依赖所以中国大陆的盐碱地也自己做了一个大豆的新品种这是中国大陆农业科学院最新培育的大豆新品系，叫做中黄357的试种成功了。那平均亩的产量是达到287公斤，实现了盐碱地环境下
下的高产创纪录，也被视为推动大豆自给率提升的重要一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跟美国较劲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盘算，他知道他需要美国的大豆，那虽然他可以跟巴西买，但他也担心巴西会不会成为多边主义下的另外一个盟友，美国的盟友，所以他自己也还是有在做一些反制的这个布局。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晶片了。回答最强晶片是不是也可能卖到中国？美国财长说，再等1年到2年，他说技术迭代是个关键。那这当然是白宫这边讲说，川普政府目前还是没有意要对中国大陆出售 AI 晶片。那巨破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就是他认为不能出口的。好，贝森特也直接讲这个未来还是不排除要允许这个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的架构晶片销至到中国。那他讲个时间点说，或许1年2年之后，那这个 Blackwell 可能会成为效能排名第2、第3甚至第4届的产品，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售了这个是超级现实的。好，那中国或许这样子也会让中国自己想说我们赶快做，这也是一种可能。好，但是中国大陆有能力生产数百万颗的 AI 晶片其实黄仁勋还是认为有一些讯息所以他也是严正的在警告说，美国你真的要小心啊。他认为美方不断升级出口限制，那美国的晶片制造商又不得不撤出中国，所以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甚至也让中国加速的自立发展。好，那大陆的官方已经加大对大型资料中心的补贴像是给予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跟腾讯等公司提供的电费补助，甚至是电费减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治人物跟商人想的确实不一样。政治人物想的是我要抵制你，我不要让你有，但商人想的是你不让他有，他就自己来，所以反而会造成这一国另外一个国家反而是自立自强更不需要美国。好，那当然我们还是看到了川普的这个 G2 大家很有话题在聊。我们先问赖老师。G2 您刚提到的，它最早的概念是在2005年就提出来，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所以他原本比较局限在是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他认为中美2大国都是最大的经济体，那最大的经济体一起合作的话，成立一个 G2。可以解决人类间大部分的贸易关系、经济的关系所以应该是要常常坐下来谈、来讨论、来交换意见。那这个概念后来被奥巴马拿去用了。奥巴马在任内的时候也第一次由政治人物提出 G2 这个观念。最早都在金融界、商界，包括当时的这个世界银行的主席佐利克，也包括副主席林毅夫在内他们也都对于这个概念里面，在经济商业领域他们是赞成的，但是被政治人物拿来用的时候，说奥巴马，中国大陆当时是拒绝的因为大陆认为说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永远是站在发展中的国家，他不愿意成为2大国之间来，你到底是要纯经济，还是要扩张到安全、军事，甚至整个世界的地盘，是不是2大国之间就来划定了那对于大陆来说的话，他不是很愿意这样做。那这一次川普再度的提出来，这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再度提出来的时候，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就回过去了已经婉谢了也就是说，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他认识了解美国的意思，但是呢，他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没有把话说死，但是又特别表明了。它还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会思考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说我们成立两强 G2， 那你美国你背靠的是 G7， 那中国背靠的是谁？中国背靠的是金砖家，可是金砖家是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组织，它的纪律没有那么严格。那纪律没有那么严格，主要是因为中国并不想在金砖家里面当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也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制裁你，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金砖家他比较宽松一点，但是在 G7 里面，美国他就扮演强势的领导人，你不听我的我就惩罚你。也就是说，美国对盟国的惩罚从来是不手软。为什么？因为他要逼的你 G7 他都只能听美国的。那你美国等于是背靠的 G7， 那中国呢背靠的金砖家吗？所以我觉得
在 G2 这个部分，大陆保持的高度的警戒啊。另外，我简单的讲一个大豆的概念，大豆大陆不买的话，它就成为武器了啊，因为会让美国的农民受不了了，美国就要拿东西来交换。可是它一旦买的话，也对大陆有利。为什么？因为它成为巴西会主动降价的一个最大的利器，所以它变成一个平衡，买也有利，不买也有利。你想想看，以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对大豆就变成有话语权、有决定权了。好，顺峰委员，首先呢 ，G2 反正是美国说的，中国不必负责，这美国说。但是问题是，不管中国怎么表态，世界已经认定就是两个强国，没有那么实力。这个是世界已经共同认定是两个实力的强国，因为经过了这半年的掰手腕之后，两边都知道受不了了。这好像电影在演的，这是一结束要两个都回去摸手，痛死了。可是呢，真的是还盯在那里。我相信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会在这里开始产生一个很和解的变化了，就是说已经打不过的情况下，压不上，自己也受伤，对方在中国到底是硬撑的，也真的不是说很快乐的在撑这个过程，所以和缓一定是必然的。这个和缓的，而且缴不回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情况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和缓状态而已。基本上不会再是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呢，就好像朋友之间难免会有冲突，但是基本上就知道了，地球要容纳两个制度，地球要容纳两个强国，这个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台湾要小心，就在这里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谢峰提的这4个，是所谓的4条红线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国内的媒体这样把它给定位了。事实上是，你还记得吧？拜登跟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谈的时候，也是 APEC 的会议的时候，这个谁提出来的嘛？是拜登提出来的嘛？我们没有愿意要改变你的体制，我们尊重你的发展等等，基本上也就是中国大陆是不断的重申。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些家伙讲的话，那嘴巴一插就忘记了。这个老中不一样啊，老中不一样。所以我讲个笑话给各位听了。这以前我们在读大学已经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个老师去演讲，所以有个人就很紧张，他说：“这个我女儿跟那个男生 kiss 了怎么办呢？”另外老师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看他美国人不是一天到晚在 kiss 吗？”就他讲一句话来形容，他说老美 kiss 完了，嘴巴一插就忘记了。老中一 kiss 完了就印在心里，永远忘不了了。我想讲的是笑话，但是某种程度就代表了中西双方对于承诺 promise 的国家立场上是有不同的。我想这是一个。那第3个呢，我们紧接着来看到呢，就是我延续这个刚刚赖老师讲的大豆的话题来看，这个我觉得在这里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我认为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的情况最成功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外媒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中影美苏，大概这个是已经是定调，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细节上去跟他做一个太多的讨论。那这个输赢到底展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那种战略上有3个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中国大陆显然是让美国有吓了一跳，吓了一跳在哪里？说到底你还有多少方案？因为我每一次认为我要打死你了。一拳出去，然后呢，第2天方案就出来了，一次、2次、3次，那第5次呢？第6次有没有呢？一个是周全的准备，一个让对手极为的恐慌，因为不晓得你有什么本事。而第2个呢，更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显然中国大陆在这里是周大放小。它什么是大的？就是两国必须维持竞争的关系，而不破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合作的关系，这是大。那小呢？这小呢可以放。最后一个，这大豆，我更看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就是老中就发现，我好不容易跟川普谈好的这些东西，要维持下去，千万不要其中选举整个国会改变了，好糟糕了，讲的话到底算不算数？所以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要让美国会痛，但不可以让他死。这个是绝招所以我大豆我要买，我要是全部都不买，那川普一定
输到脱裤子，同时也跟他关系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买了大豆，也让他去保住了，他可能在其中选里面不至于输，因为这样子最起码中美所建构出来的架构不会因为几个月后发生改变了。所以我想，中国大陆今天这个策略，大家看，我要让你痛，知道你会痛，但是不可以让你死，你死了我也很惨。好，所以谁把谁玩于股掌之上，还蛮明显的吼。舰长，有关于 G2 这个部分川普说了，而且呢，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也跟着说，那也就是美国现在认清一个现实，无论是从贸易、科技、军事实力的这一些拼搏上面，其实他们认为是并驾齐驱。可是我们等一会儿第二、第三段的讨论，你就会知道不是并驾齐驱，而是美国已经开始落后。那其实这一个美国，他在2021年就应该接收到讯息，可是他没有。2021年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这个中美在阿拉斯加进行的对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他讲了，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其实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也就是在对呛而已，不是。中国讲话绝对是基于实力的。那不过呢，现在还是有的媒体不太认啊。那个就像是德国之声啊，德国之声呢现在讲什么？他讲说，第一个啊，那个 G2 并不代表共治啊。然后他又讲了，美国呢一度疏远 G2 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媒体，他所代表的国家其实不认知现在这一个现实啊。那至于说川普啊，那他的这一个谈判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曼他就讲，你川普的脑袋里面啊，一直都是只有你这个房产开发商的概念，也就是 location。他说，但是回到地缘政治的时候，不是 location， 是杠杆。杠杆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对手的力量，那透过杠杆来平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原来他认为他可以用关税，利用这一个各种方式来压抑中国大陆，但是没想到中国大陆的反手拍又快又有力。好，所以这个就变成美中是啪啪啪被打了好几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个世代的最新战场在哪呢？就是稀土。我们看到了，像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因为稀土的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好，那现在有一个人也要下一些这个超前部署的局了，就是普京哦。好，因为普京现在说，这个政府要制定稀土开采跟加强这个加工长期的计划。好，那他下令在今年年底前要制定这个稀土开采的路线图然后同时指示在中朝的边境要建立一个多式联运运输系统，这地点包含目前已经建成的2座连接中俄的铁路桥，以及预定修建连接朝鲜的桥梁。那也要求后者要在2026年就要投入使用，所以看起来它的需求也是蛮迫切的所以它已经拉在的是2026年。那相较的是美国这边，当然更加知道稀土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是美国政府直接入股稀土的公司，就希望降低对中国供应源的依赖。那当然现在也想挑战中国大陆的稀土，因为美国跟巴基斯坦这边有185兆的协议，但问题蛮多的好，因为这个巴基斯坦跟美国在9月签下了一个稀土协议，那美国将在巴基斯坦投资将近是5亿美元，那用来是勘探、还有开发以及提炼稀土，还有关键的矿场，也就是美国在找不同的这个市场的来源啦。好，
那但该国主要的稀土矿产几乎都位在局势动荡的地方。那过去中国也有投资将近是500亿美元哦，但还是没有办法能稳定当地的局势。所以就有人说啊，这美国想要在中国失败之处，怎么要获得成功呢？是打了一个蛮大的问号。好，但问题就要看到说，美国这个急着放眼到稀土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中国大陆在军事也是很在急起直追，有人用大跃进来形容哦。因为我们先看到是美国默许这个越南在南海这个地方哦，新建了21座的人工岛，那当然就是想要挑战中国的这个争议海域的控制权嘛。好，这是美国智库的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影像就显示，越南过去4年哦，在南海填海造陆已经建成了21座独立军事化的人工岛。那越南这个举动哦，其实虽然是挑战了中国霸权，那短期之内还是不至于会有这个军事对抗。那南海多边的角力哦，现在也因为这个越南在南海新建21座人工岛哦，变得更加的复杂。好，那讲到南海，大家还是很关心嘛。美国之前哦，在川普来到亚洲的时候，他们不是有这个2艘一个战机嘛，然后另外一个是直升机坠机。那现在美国的尼米兹号的航母新动向，大家也很关心。好，那这个航母其实正在掉头返回华盛顿。那当前尼米兹号正在执行服役期内的最后一次的部署。好，那看完美国，我们就赶快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到底如何用它的军事来急起直追的大跃进，也就是这福建舰即将入列哦，这11月4号。中国在南海部分的海域进行了军事训练，那划设了一个禁航区。那福建舰的海事告捷，那意味着中国海军将进入到3航母的时代。那习近平也很可能在这个部分出席相关的仪式。那也不只是福建舰哦，中国的076两栖突击舰四川舰也准备海试了。好，那这已经拆除了甲板上的施工棚，特殊的电磁弹射器已经完整呈现，所以预计在近期也会进行首次的海试。那当然就看到了嘛，中国大陆在这个舰艇上面确实已经有一些成绩在了。那也看到说，这个传出卫星有拍到广州神秘的半潜式浮动弹药器，说这是中国黄埔船厂被卫星影像捕捉到一艘神秘的军事船只。好，这个船体大部分是以防水布来遮盖，那显示这个高度机密。所以美国的军事媒体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他说这应该是设计源自于2017年中国网络的概念，融合的就是美国兵库舰的理念，那标志的就是北京的军事正在创新的加速。好，那中国大陆厉害的地方也在它的无人机的使用，我们看到这飞龙300D它只要新台币大概31万，那它现在正在量产当中就说中国国有的国防企业集团北方的工业开发出一个新型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那这无论外观或者是用途都是仿效伊朗的剑震136。那北京就在设法要让这个先进制空弹药的价钱更加的经济实惠，那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部署。所以大家看到这新台币只要31万。都会觉得相当的惊人那当然就可以量产了嘛，因为够便宜。好，那围观的军舰比演习还多吗？这讲的是美澳纽菲在南海也举行了联合的军演。好，那要强化当然是地方的合作、地区的合作跟支持，要有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好，但是菲律宾的媒体就指出说，这演习期间周边至少有5艘中国的军舰现身，包含了052D 型的驱逐舰，还有815型的电子侦察舰。规模甚至超过参演的4国舰队所以看到中国大陆也是都在紧盯当中好，菲律宾指挥也表示说，演习2天之内，中国的舰艇一直在附近巡航，而且观察到有无人机的活动好，那如果无人机被武器化，就可能对参演部队构成了风险。好，所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无人机绝对是趋势也会改变整个战争的形态。但我们还是看到稀土这件事情也是各方关注，现在连普京都必须要锁定市场喽。戴老师，普丁他看到稀土的威力因为这次中国大陆可以把美国打得整个低下头来而且把整个美国
原本他认为他占有绝对优势的这种所谓的关税啦，或是各种所谓的50%的穿透性的这种清单啦，或者是各种禁止、限制等，美国觉得他赢定了，结果被稀土打得落花流水那普丁他就发现说稀土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的形象性的比喻，就是稀土本身的钱能够赚的钱不高，它的经济产值不高，但是它是你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吃饭中所不可缺少的这些调味料，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并不贵，但是你不能没有它。例如说你盐啦、糖啦、味精啦，你一定要有它。可是它没办法创造一个很巨大的产值，像手机啦、像电动车啦、像高铁啦，它没办法产生那么这样产值。那普丁也发现，就是说只要掌有稀土，他就有话语权他就有这个相当足够的权利。而欧洲没有这个条件，欧洲的土地他们找不到好的这个稀土矿，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有天然的好的条件跟资源。可是问题就在于俄罗斯的缺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它国内没有强大的重工业，它的军事工业很强大没错，可是问题就在于它其他的不行，所以它没有国内市场做依托。因此它如果提炼出来的稀土，就是开采到提炼出来的稀土，它一定要外销。那外销的话能不能有竞争力，那就是看市场的机制了。所以我觉得普丁他想要开采稀土，但他未来能不能成功，我是存疑因为稀土中国大陆今天能成功是走了40年的路而且是一以贯之，一直在这个地方做研发。那普丁如果炒短线，我想成功率并不高。川普也可能是在炒短线，因为目前来讲，他不管是跟澳大利亚的合作，我比他判断的是澳大利亚在抢这个美国人的钱，拿美国人的钱来开采。但是澳大利亚人自己也很清楚，他没有提炼高纯度的能力，因为高纯度的能力都要送到中国大陆来，所以他只能够做初加工。那他要到精加工，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可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愿意的话，他当然很愿意用美国人的钱，反正到最后打水漂也无所谓，因为那是美国人的钱，对澳大利亚没有伤害。那我们也留意到，这次川普是跟这个巴基斯坦谈出来的条件，可是所有的明眼人都知道说，这个地方叫做皮鲁之省，中国大陆当时的这个港口投资这么多的钱，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跟新疆的喀什完全连接？就是因为恐怖分子太多，巴基斯坦的军队没有办法确保这条线的安全，所以它本身的发展被限制住了。现在美国要去开发，美国要开发要投资这么多的钱，美国就必须要去找这个他的特种兵退役的那些黑死部队去清理、去反恐。那这个部分里面，我想大陆也会乐观其成。如果美国能够帮他扫清障碍的话，让这个巴基斯坦的军队还能够作战，那这个部分对大陆来讲也是有利可图啊。好，我们接下来问舰长。我们刚刚谈到说这个福建舰即将入列那这个是我们在10月25号透过卫星所看到的，上面这一艘就是福建舰，下面这艘是山东舰。然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歼35跟歼15 DT， 这个也就是电磁弹射的电子战机那这边还有空警600。其实都已经就位了，可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什么？我们就看到一个927型的一个水深的探扫舰，也就是它对于深水来进行潜舰的侦获的。它为什么停这里？代表的也就是现在在这个榆林港里面应该已经停满了。然后前几天呢，也就是前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也就是琼航警203，那这是我画出来这个图，它其实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榆林港的这个位置，以及亚龙湾的外海的位置。它为什么要画这个？它成军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201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个神威2018的这一个军演，这个军演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南海的阅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辽宁号跟055。那这一次是不是那个当这个福建舰成军的时候，也会摆出这样的态势，然后把我们刚刚讲到说，在这个飞行甲板上面的
歼15跟歼35还有空警600全部通通的它在央视直播以及习近平的眼前直接弹射出去，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即将入列，应该讲到说，如果按照所有的这个资料来研判的话，应该是已经入列，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这张图啊，也就是他拉起了全舰式。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后面这一艘，前面这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山东，后面这一艘是福建，他拉起了全舰式。一般来讲，除了重要节日以及成军那一天，他才会拉全舰式。另外，还有在今天近中午时分，中国国际航空的专机已经抵达了三亚，那个应该也就是载着习近平主席从其他地方来的那个一个部分啊。那大家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直到如此吗？并没有啊，它已经在进行舰载机的精确着陆控制，但是大家觉得这现在不是就应该有吗？对，没错。可是我们看这张图，大家就会有其他的启示啊。这是他的一篇论文，我们看到这张图，这架战机是什么？它是飞翼型的第6代战机，所以它已经在进行第6代战机着陆如何精确着陆的一个调研探讨，甚至已经投入这样的一个研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川普他会在那个跟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会这么多的让步？军事才是实力。好，顺峰委员，这样稀土啊，应该大家都谈得很多，不是在储量的问题，也不是在开采的问题，是提炼的问题。技术啊，提炼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个呢，美国要提炼，世界要提炼，也是应该的，因为不要在别人的下卡脖子嘛，所以好好努力一下。我们看他什么时候有。那导致呢，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中国是全世界现在世界贸易最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产品卖进了全世界，它的船队跑上了全世界。那中国需不需要海军来让自己在航行上是自由跟安全的？过去是靠着美国当所谓的世界警察来维持世界海洋的安全。那我想在这个角色上，中国大陆至少在他自己的领域范围内啊，这个印太这个部分的安全性，他一定会扛起来。所以这个呢，航空母舰的责任呢会加大。所以航空母舰现在呢，各位来看，我的预测，现在辽宁舰跟山东舰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退役了，会转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以后全部都会是这个弹射起飞的。为什么？因为不可能一个国家维持了2套这一个飞行系统，一个是弹射的，一个是这个怎么样子，一个是飞药的，因为它训练跟使用还有构造都是不一样的。我想也慢慢的，应该大陆将来会拥有4艘这一个弹射的航空母舰，应该是在规划中。那至于2艘这个飞跃的会走哪里去，是卖到哪里？是有人开玩笑说，干脆卖给俄罗斯好了，因为本来是他那个。笑话听听，我讲的不真啊。但是呢，会有4艘这个呢，这个弹射式的应该是会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的问题就来了。越南要不要去开发岛？怎么会是美国同意的呢？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晓得这个写的人他是从什么角度上来。而且依据南海行为准则，现在基本上大家是信守不再填土造岛的工作了。那越南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新闻还有值得去了解，绝对不会是美国同意的。更重要的是，南海的实力，不管越南再去造几个岛，不管美国在这里搞什么，南海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4国的什么金联呐，几国的金联可以来，南海现在就是中国大陆的天下了。这个改变不了。所以这里最后我要讲是，台湾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台海跟南海没有了台海，那国舰队只是其他的舰队从台湾的东海岸经过而已，从巴士海峡而已嘛。可是没有南海，那是世界的海军战力是被切割成2半的。所以因此，美国为了利益，会不会跟中国最后投的一个妥协？那就是南海啊，不，台海换南海。这台海的部分的权利就完全是你中国说了算。然后呢，换得的是南海你的航行自由权，不牵涉到我的主权的情况下，你的自由权可以获得更大的空间。
会不会呢？所以包括最后啊，现在呢，076航空母舰、076登陆舰的无人战机啦，还有飞龙什么300D 啦，等等，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买了好多武器，这些武器对现在中国大陆发展出来对付台湾的武器，好像一项都没有买对哈。应该跟美国重新讲一下换货嘛，反正还没有交货。好，我们进个广告。好，带大家来关注中国大陆对于多边主义的一些会议的发展跟态度看到李强他也特别讲说，因为有到一个这个全球10大工业电器企业的一些这个进博会，他说中国是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姿态来分享中国超大市场的规模。那今年关税的陈热词已经严重的破坏经贸规则。他说这种情况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跟建立相关规则体系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中方愿意积极的推动全球治理倡议，那推动的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全发展。好，另外何立峰这边也特别讲说，中国大陆是高度的重视促进全球经贸的稳定，那作为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不断深化跟各交易伙伴的经贸合作关系。好，那 APEC 之后呢，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很多习近平的画面。好，这个画面很特别则是因为在 APEC 晚宴上面，习近平跟南韩总统李在明小酌，就抿了一口玛格丽酒之后，露出了这皱眉的表情，而且双眼紧闭，那说有点痛苦啦。那这个画面被韩媒捕捉到，那这款老虎柚子生米酒也意外的因为习近平的表情给火了起来好，那当然习近平跟李在明的关系，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我们看到习近平邀请李在明明年的4月来中国。好，那明年4月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印象？好，川普也是要在春天Spring 4月的时候要去到这个中国，所以在同一个月份，然后我们可以预期明年的4月中国会非常忙，习近平会非常忙。好，韩国的媒体评论认为到时候韩中峰会可能讨论其中一项议题，也就是南韩引入核动力潜舰的动向。好，那现在美国关门大家知道今天已经是第35天了，已经追平了这个历史上最多关门的天数了，所以明天就会已经是破纪录了。好，那这个旅游旺季恐怕会陷入一个航班延误的危机因为已经有320万名的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或取消而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的运输部长说，如果政府持续的关门，就会导致坐飞机有风险那川普政府就会关闭全国领空。哇，这美国要怎么继续玩下去啊？好，真的，一讲完马上就发生了美国有这个货机坠毁的画面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是 Kentucky 州的路易斯维尔当地时间4号发生了货机坠毁事故。那这个货机隶属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那原本预料是要到夏威夷的檀香山国际机场，结果没想到在升空没多久就坠毁，目前伤亡不明相关单位已经展开了搜救跟调查。好，但是川普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的这个前哨战非常的不好。好，这个因为最近在选这个维吉尼亚州跟纽泽西2州的州长，还有纽约市长，结果民主党都是大胜所以川普重返白宫后的首次地方选举是3连败。好，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其中选举，大家就很关注嘛。但川普说不是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没有出现在选票上面，而且现在政府又停摆这是我们共和党今晚落选的2个原因。好，但是呢，这纽约市长首位穆斯林市长也非常吸睛，34岁的曼达尼好，那他自称是川普最可怕的噩梦那他现在选任了纽约市长。那当然，维吉尼亚州这边选出了史上首位的女州长，那她也是发表了胜选演说，那向这个各地的美国同胞，向全世界传递一个讯息，就是维州在2025年选择了务实而不是党派之争。好，接下来川普一定很紧张但因为接下来的地方选举都没有他在这个选票上面会不会兵败如山倒？好，我们先问赖老师。对于川普来讲，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加州那个选区重划，加州选区重划如果民主党赢的话，
这个对于川普在明年的期中选举，他的国会啊，尤其是参众两院就非常的不利了，还有州长啊，那接着当然就是总统的选举，因为选举人票嘛，加州是一个大票仓，应该是57票啊，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那么就都又再度的拱手让给这个民主党，所以民主党就一直长期的控制了加州。现在的这3个地方啊，就是新泽西州、纽泽西州，还有就是维吉尼亚州，还有纽约市。纽约市最特别，就是因为共和党是弱鸡一只了啊，那所以是2位民主党竞争，2位民主党在初选的时候输的那个他不服输，所以他脱党啊，也就是以无党籍的身份在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争。那所以跟在第一次党内的时候赢的人再竞争一次的时候，川普压住在老2上面，那而且采用的是对于这个阿根廷的手法一模一样，说你如果投给这个穆斯林的话，联邦政府的补助款你1毛钱都拿不到，所以等于是因为他当时也跟阿根廷的国民说，如果你不支持米莱的话，那我纾困的200亿美元你就拿不到了，就让米莱当选，你才能够拿到这个钱。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纽约市市民选择穆斯林，那你就拿不到我的钱。结果纽约市民跟阿根廷人确实不一样，纽约市民果然是纽约客，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他们还是把票给了这位这个最年轻的穆斯林，他当了纽约市长。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败。那如果他不在这1年内把美国的经济问题搞好，因为绝大部分的民调认为他的经济政策是严重的错误，超过60%以上，而经济政策严重的错误里面认为关税是一个错误，已经超过50%以上了。换言之，连共和党人都有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是错的。他过去一直自豪他的关税政策，现在是连共和党人都开始认为你的关税是错。川普如果一路要走黑走到底的话，因为他一直在挑战，他认为最后他会在关税方面赢得美国的经济，但是看起来是每况愈下了那这个对川普不利。就在川普对全世界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中国的进博会这是第8届，第8年了。但是为什么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因为一个打关税战，一个说到我们中国来卖东西，到中国来，对，买下你全球。那这个对于多少人想把产品卖到中国去？您知道这次有123个国家他们去参展，美国连续7年占的展厅是最大的，所以这代表什么？美国的企业界看好的还是中国的市场，没有因为中美的贸易战他们就退缩了，他们还是要勇往直前。连7年展厅最大，台商呢？所以赖清德放台商一马吧。盛峰委员，进博会的意义就如同赖教授所讲的，就是说中国大陆打开了双手，欢迎全世界进来，而且全世界办进口博览会应该是中国大陆首创，而且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他独创，还没有看到第2个国家。因为我的市场够大，我打开双手。另外一个呢是用高关税、高关闭离，这个一来一往谁是开放，谁是封锁，谁是民主，谁是专制，这会有点错乱了这个真的有点错乱了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在这一次这个中美一会谈之后，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首先，中国大陆就对加拿大释出了很多的利多，现在呢又开始对韩国释出了利多。可是各位注意，还有一个国家叫做日本就被晾在一边。高市早苗会不会变成低市晚菜，我也搞不懂了就是说，他是被晾在一边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再来看 APEC， 这习近平这个川普拍拍屁股就走了，就自然把这个场地换给谁当老大了？让给习近平当老大了嘛？这不当都不行了，因为人家都已经让出来了。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吧，那个酒，这个韩国人搞清楚，韩国从来是以喝酒有名，从来不是已经酿酒有名的。你听过什么韩国酒？那韩国人喝酒倒是很有名，而且师太也很有名
韩国的酒叫清河，就是米酒嘛。那米酒加柚子酒，这好像年轻人在喝的那个啤酒，那个有味道的啤酒。对，那个从来是上不了档次嘛。那叫清河，就是那可是它的米酒又比日本的米酒那就不讲究多了，那完全不能比。这韩国人干嘛拿酒出来？然后难怪喝的这个，我是没喝过了，但是看那个表情应该是很难喝才对的。但是想到中国那么多的好酒可以喝，对哦，中国酒，对不对？来吧，韩国人真的，你们喝酒是有名，你们酿酒真的不行，这一点一定要承认。那日本还可以拿出很多的好酒出来，是吧？但就是你不行，这一点韩国人要记住啊，不要不服气，哎。好，我也要提醒一下，未满18岁是禁止喝酒的哦，舰长。酒后不开车。好，对，这个不能存有侥幸哈。对，那提醒一下，那个舰长帮我们持续的再讲一下。有关于进口博览会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张开了双手，欢迎全世界到中国大陆来进行贸易啊。但是我们来看到，这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它探讨了一下，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川普课征关税之后，这个中国的出口以及美国的进口到底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如果是对于美国的话，那个递减了77%，但是呢，我们看到对于其他的，例如说北美的其他国家，北美还有什么其他国家？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啊，那反而是增加了25%。所以很快的，我们就会看到，就川普一定会想要把这个洞给塞住。那另外呢，也就是对于南美增加了9%，那对于亚洲增加了6%。但是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进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那个中国大陆的进口到美国的，其实也就是相对于我们左边所看到的，完全递减了77%。可是呢，增加22%的，这是什么？这个 LDCs 是什么？那个其实这个是最低度开发国家。那这些国家，例如说在亚洲，就是柬埔寨、阿富汗、孟加拉、缅甸。然后如果说在非洲的话，就是布吉纳法索、甘比亚、乌干地，那个乌干达。那例如说在美洲的话，就是海地。也就是这一些国家开始增加对于美国的进口，这样对美国是正面的吗？是有帮助的吗？其实这个才是美国马上要迎来的大问题。